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台北的大稻埕，白天是一片繁华的市集，熙熙攘攘的街头，商贩叫卖声不绝于耳。然而，到了夜晚，一切都安静下来，只有偶尔的车灯穿过小巷，照亮斑驳的街道。这里的空气弥漫着历史的气息，似乎每一块青石板，每一根老旧的窗棂，都默默诉说着无数故事。这是一个古老的地方，但也充满了神秘感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阿轩，一名年轻的摄影师，背着相机来到了这里。他并非游客，而是被一个久违的传闻所吸引。大稻埕流传着关于白衣女幽灵的故事，曾有许多人声称，夜晚的街头常会看到一个穿白衣的女子，她的面容模糊，步伐轻盈，仿佛带着某种无法言喻的悲伤和幽怨。阿轩并不相信这些流言，他相信这一切不过是都市传说，或许只是因为大稻埕的历史久远，才让它笼罩在一层神秘的面纱下。他打算用镜头记录下这片古老街区的风貌，揭开这座城市的面纱，寻找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故事。走在大稻埕的街道上，周围的环境异常宁静，偶尔有几声狗吠打破沉默，空气带着湿气。今晚的气温比平时低了一些。阿轩踏上了老街的一条小巷，这条小巷被古老的建筑所包围，街道两旁是早已尘封的旧商铺，厚重的木门和破旧的窗户似乎将过去的光阴留在了这里。他对着相机镜头调整焦距，打算拍下一张有故事感的街景。这时候，一阵轻微的风吹过，巷口的路灯摇曳了几下，投下了长长的阴影。就在阿轩准备拍下这幅画面时，他的目光突然被一抹白色吸引了过去。他看到一位女子出现在远处的巷口，穿着一袭洁白的长裙，步伐缓慢轻盈。她的背影看上去那么孤独瘦弱，仿佛与这座古老的城市融为一体。她的身影在昏黄的路灯下显得格外清晰，但奇怪的是，阿轩无法看清她的面容。她的头微微低垂，似乎在专注地看着脚下的路，步伐异常平稳，但却没有任何声音。阿轩皱了皱眉，拿起相机的瞬间，他的心跳却不由自主地加速。这个女子为什么总是那么安静？她的衣裙在风中微微飘动，仿佛有某种幽灵般的力量牵引着她。她并没有急着离去，而是一直站在原地，静静地等待着什么。他觉得有些不对劲，突然一股莫名的寒意袭上心头，仿佛从四面八方涌来。他犹豫了片刻，心中却涌上一种强烈的冲动，想要走近她。也许是那份神秘，也许是那份未解的好奇，阿轩忍不住迈开步伐，朝女子走去。然而，每走一步，他都能感觉到那股寒冷加剧，仿佛周围的空气都在变得更加沉重。终于，当他接近那位女子时，他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她的身影在他眼前逐渐消失，仿佛瞬间被黑暗吞噬。这怎么可能？阿轩低声自语，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，四周空无一人。他环顾四周，甚至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自己刚才经过的地方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女子曾经站在这里。巷口依然空荡荡的，风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。阿轩的心跳开始不受控制的加速，他的手微微发抖，回想起自己看到的那一幕，那女子究竟是谁？她去哪了？难道是幻觉？他自言自语，但心中的不安却越来越强烈。他决定继续往前走，试图将刚才的感受抛之脑后。然而，内心的不安却越来越浓。每当他走进这片阴暗的巷道时，总会感觉到一种无形的目光正静静地注视着自己。那种感觉如此真实，仿佛自己成了这个夜晚的一部分，融入了这个未知的世界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，是自己的想象力在作祟，还是这条街道本身就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就在他准备离开这条小巷时，突然一阵低沉的哭泣声打破了寂静，声音来自远处，模糊而凄凉，仿佛透过空气传来，让阿轩浑身一震。他的脚步停滞了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抓住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试图平复内心的波动，转身朝声音的来源走去。每走一步，他的心跳愈发剧烈，
直到他来到一处隐秘的角落，声音突然消失了。阿轩环顾四周，巷道依然空无一人，唯有那盏摇曳的路灯发出微弱的光芒，照亮着周围的阴影。这一切似乎从未发生过，还是他刚才只是听错了？但他清楚地知道，自己已经被卷入了一场无法解释的事件中，无法自拔。夜色越来越深，街道的尽头依旧隐藏着无数未知的秘密，而他只是踏上了这个谜团的开端。阿轩无法忘记那天晚上的经历，尽管他竭力告诉自己一切只是幻觉，然而那种感觉依旧挥之不去，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里。白天，他回到自己租住的小公寓，试图恢复正常的生活，但脑海中不断浮现那位白衣女子的身影。每当他闭上眼睛，脑海里就会重现她模糊的面容和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冷寂。几天后，阿轩决定再次回到大稻城。这次，他带着更多的准备，他要用相机记录下这里的每一寸历史，拍摄那些他认为与故事有关的场景，无论是否与那位白衣女子有关，他都想揭开这里的神秘面纱。傍晚时分，阿轩站在大稻城的街头，依旧是那片熟悉的街道，人流稀少，只有偶尔有几个人在小摊前徘徊。不同于白天的热闹，夜晚的大稻城显得格外寂静，仿佛整个城市的喧嚣都在这片区域暂停了呼吸。阿轩走进一条有些阴暗的小巷，决定从这里开始拍摄。他的镜头扫过那些老旧的商铺和残破的墙面，古老的建筑像是承载着无数岁月的痕迹，每一块斑驳的石板，每一扇铁锈的窗户，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被遗忘的故事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觉得周围的空气变得沉重起来。是他自己过于紧张，还是这片地方本身就有某种特殊的气氛？他停下脚步，深吸一口气，低头查看相机中的照片。突然，他的视线再次被那抹熟悉的白色吸引。这一次，阿轩没有惊慌，而是保持着冷静。他看见那位女子站在巷子的尽头，依旧是穿着白色的长裙，面容被阴影遮掩。她站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仿佛与周围的黑暗融为一体。她没有动，像是静止的雕像。阿轩心跳再次加速，他的手紧握着相机，但脚步却不自觉地朝着女子走去。每一步，他都感到心脏在剧烈跳动，脑中充满了疑惑与好奇。他到底是谁？他为何在这里？阿轩不断问自己，几乎是想要找到一个答案，但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回头。靠近女子时，阿轩发现她并没有正面朝他，而是背对着他，低着头，似乎在看着什么。她的长发随风微微摆动，但不管他怎么试图靠近，那股寒冷的气息总是让他无法靠得太近。他清了清喉咙，鼓起勇气，轻声问道：你是谁？女子依旧没有回答，只是微微颔首，仿佛在聆听风的低语。阿轩的眼神变得更加急切，他再次问道：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？你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？他以为自己能够从这位神秘的女子那里得到答案，但她依旧没有回应。就在他心生疑虑，准备转身离开时，一股诡异的力量让他无法移动。他的脚步仿佛被某种无形的绳索束缚住，无法再前进一步。就在这时，女子轻轻转过了头，她的面容仍然模糊不清，仿佛被某种雾气笼罩着。阿轩试图透过雾气看清她的脸，却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有一双空洞的眼睛直直地凝视着他，仿佛能看穿他内心的每一个角落。那双眼睛没有生气，仿佛死寂的深潭，令人感到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惧。阿轩感到一阵强烈的压迫感，心跳剧烈，呼吸也开始变得急促起来。你想要什么？阿轩终于忍不住低声问道。女子没有回答，反而轻轻开口，声音低沉而冰冷：你不该来的。话音刚落，她的身影忽然消失在空气中，仿佛从未出现过。阿轩愣在原地，眼前的黑暗逐渐恢复了平静，只有远处微弱的灯光投射过来，照亮了他满脸的惊恐。他迅速转身，想要冲出这条小巷，却发现自己好像迷失了方向。那股无形的力量依旧笼罩着他，让他无法自拔。突然，远处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哭泣声，声音像是从地底传来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清晰。
仿佛就在他耳边。阿轩的心脏猛地一跳，四周的空气骤然变冷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身边静止了。他转身回望，只见那道白色的身影再次出现在远处，缓缓朝着他走来。不知为何，他忽然有种强烈的预感，这一切并不仅仅是幻觉，也不仅仅是传闻。这座城市隐藏着某种无法言喻的秘密，而他已经陷入其中，无法自拔。他想逃跑，却无法动弹。他到底是什么？阿轩喃喃自语，眼中闪过一丝恐惧和困惑。而此时，女子的身影越来越近，逐渐融入了夜色之中。阿轩回到公寓时，整个人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压垮了。他坐在破旧的沙发上，脸色苍白，双手微微颤抖。刚才的经历仍然历历在目，他的脑海中不断回放着白衣女子的影像，那双空洞的眼睛，冰冷的语气，消失得仿佛从未存在过的身影。这一切远远超出了他原本的预期。他拿起相机，看到那张刚才拍的照片，照片中的小巷依旧是黑暗的，唯独那道白色的身影显得格外模糊，仿佛被风吹动的雾气，无法捉摸。然而照片上的场景并没有显示出他所感受到的那种压迫感和寒冷，仿佛这场面只是静静地存在于相机的镜头里，而非他的眼中。那究竟是什么？阿轩低声问自己，心中充满了疑惑。他知道自己已经深陷其中，不论是否愿意，他都无法轻易摆脱这场迷雾。这座城市，这片古老的街区，似乎对他隐藏了某种无法解开的秘密，而白衣女子可能只是这座城市的冰山一角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阿轩依然无法摆脱那种不安的感觉。他频繁出现在大稻城，尽管心中充满了恐惧，但他始终无法抵挡对真相的渴望。每次走在那条小巷中，他总感觉有一种目光静静注视着他，仿佛那位白衣女子无时无刻不在他周围。他到底想要什么？为何他会出现在这里？某个阴雨连绵的夜晚，阿轩再次来到小巷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气息，路灯发出的微光透过雨幕洒下，照在地面上，形成一道道破碎的光斑。他的心脏跳得越来越快，每一步都沉重无比。突然，耳边传来一阵低沉的声音：“你为什么还来？”阿轩猛地转身，看到那位白衣女子正站在不远处，她依旧是背对着他，身影若隐若现，仿佛被雨雾吞噬了一般。她的声音不像人类那样有情感，反而带着一种陌生的空洞感，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。你到底是什么？阿轩忍不住大声问道。你想要什么？女子没有转身，只是轻轻地说道，你已经知道了。那一瞬间，阿轩感到一股冷风席卷而来，空气变得格外沉重。他知道自己已经接近了真相，但那真相是否值得他去揭开，自己根本无法预料。他颤抖着上前几步，靠近女子的背影，眼前的世界仿佛突然变得异常清晰，周围的街道和建筑物逐渐模糊，他的视线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拉向那个女子。每走一步，他的心脏就越加剧烈的跳动。就在他即将触碰到她的瞬间，女子缓缓转过了头，她的面容依旧模糊，但阿轩可以感觉到那双空洞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他。他嘴唇微微张开，低声道，你无法逃脱。他的话音未落，阿轩猛然感到一股剧烈的晕眩感袭来，眼前的世界开始旋转，他的双腿不自觉地软了下去，整个人像是被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拉扯着，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沉。就在他眼前的景象开始扭曲时，突然他看到一只苍白的手伸向了自己，那只手没有生气，冰冷的像冰块，仿佛永远也无法温暖。阿轩尝试挣脱，却发现自己已经动弹不得。那只手在他面前悬浮，轻轻地抓住了他的手腕，传来一股冷意。女子的身影越来越近，阿轩可以听见她低沉的呼吸声，而那股寒气也在不断蔓延，侵蚀着他。你到底是谁？阿轩气喘吁吁地问道，他的声音几乎被那股冷风吞噬，变得微弱而颤抖。我是他，女子低声说道。突然之间，她的面容从模糊变得清晰，展现出一张苍白陌生的脸庞。她的眼睛深邃而空洞，仿佛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。阿轩心中一震，
瞬间明白了他的话的含义。这位白衣女子并不仅仅是一个幽灵，她代表着那位曾经死去的情人，代表着那段悲惨的往事，而她正在成为他复仇的一部分。就在这时，阿轩猛地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已经不再站在大稻埕的小巷中，而是站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。周围是黑暗的街道，街灯的光芒闪烁不定，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气息。他想要转身逃跑，却发现自己脚步迟缓，仿佛被什么东西束缚住了。突然，他回头看了一眼，只见那位白衣女子站在不远处，目光依旧空洞，但这一次他并没有开口，他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他，仿佛在等待着什么。阿轩的心脏剧烈跳动，冷汗从额头渗出，他知道他已经无法再逃脱了，这一切并非他能够控制的。无论他多么努力，他已经成为了这段未完情感的其中一部分，无法自拔。阿轩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，四周的黑暗吞噬了一切，眼前的街道和他所熟悉的大稻埕小巷似乎都已经变得陌生、扭曲。他的双腿几乎没有力气支撑身体，只能机械地向前走，每一步都沉重的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拉扯着。那位白衣女子的身影依然出现在他视野的边缘，不时消失，又不时浮现。他开始明白，自己陷入了一场超越常理的游戏。或许他从一开始就已经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操控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他喃喃自语，试图保持冷静。然而那位白衣女子依旧没有回答，她静静地站在不远处，凝视着他，眼神空洞，仿佛在等待什么。阿轩的心跳加速，他的思绪杂乱无章。在这片无尽的黑暗中，他开始感到自己在一步步逼近某个真相，但那真相又像迷雾一般难以捉摸。正当他感到无力时，一个陌生的声音突然在他的耳边响起，他不是真正的他。阿轩猛地转身，四周依旧空无一人，那声音仿佛从远方传来，又仿佛是从他内心深处传出的。他的心脏砰砰跳动，但却无从寻找声音的来源。谁在说话？他紧张地问。声音再次响起，他已经死了，你见到的只是他未了的愿望。阿轩环顾四周，渐渐有些明白了那句未了的愿望是什么意思。这不是简单的幽灵故事，这位白衣女子的灵魂显然被某种无法解脱的情感所束缚，她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复仇，更多的是无法放下的过往，未完成的情感。阿轩决定再一次深入调查这段历史。他开始走向大稻埕附近的一家老旧的茶馆，那里的一位年长老人似乎知道一些关于这位白衣女子的往事。当他推开茶馆的门时，一股老旧茶叶的香气迎面扑来，空气中弥漫着温暖的木质气息。那位老人坐在茶馆的角落，低着头，仿佛在静静等待着什么。你找我有什么事？老人抬起头，目光炯炯有神。阿轩坐下后，直视着老人，说道，我听说大稻埕有一个关于白衣女幽灵的故事，我想了解更多。老人微微一笑，但那笑容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痛苦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开始缓缓讲述。她是许多年前一个年轻的女子，名叫林月。她原本有着幸福的生活，直到她爱上了一位商人。那位商人答应她终老一生，然而命运却在他们的婚约即将落实时狠狠地捉弄了她。阿轩聚精会神地听着，心跳不由得加速。那位商人被另一个女人诱惑，而林月的爱最终被背叛，他的心碎了。他开始变得沉默，不再说话。他在这里的大稻埕街头游荡，似乎无法放下那段伤痛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消失了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。直到后来，才发现他的尸体在附近的淡水河中漂浮。老人沉默了片刻，似乎在回忆着那些旧时的往事。他死于心碎，有人说他死于绝望，也有人说他被冤屈所害。无论如何，他的灵魂始终未能得到安息。阿轩听完这些话，心中一阵震动。林月，那个曾经深爱的女子，早已死去，但她的灵魂为何还要在这片街道上徘徊？她到底想要什么？老人继续说道，在她死后，每年7月的某一天，林月的身影会出现在大稻埕的街头，特别是那条你曾经过的小巷。她徘徊在那里，
寻找着他失去的爱与无法解脱的痛苦。阿轩的思绪瞬间被拉回到那条小巷，回到了他遇到林月的那一刻，他的心跳再次加速，深深感到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惧和悲凉。这位女子的幽灵不仅仅是为了复仇，她的存在更多的是为了寻求安息，寻求一个未完成的结局。你说她在7月的某一天出现，那么她现在还在吗？阿轩低声问。老人沉默片刻，低头看着自己手中的茶杯，仿佛在思考如何回答。他最终轻轻叹了口气，他并没有离开。如果你继续追寻他的过去，继续走向那个他未曾走完的结局，你可能会更接近他的灵魂。那我该怎么办？阿轩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问出这个问题，他感到自己正陷入一个越发深刻的谜团，但他又无法自拔。老人目光深邃，缓缓开口，你必须让他放下，他的愿望未了，他的心碎未愈，只有当他的遗憾得以弥补，他才能安息。阿轩的心中升起一阵强烈的情感波动，他明白自己已经不能再回头，这个谜团不论多么危险，他都必须解开，而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，就是走进那段被遗忘的过去，解开那段让林月无法安息的痛苦。随着一阵阵雷鸣声的响起，外面的天色开始暗了下来。阿轩知道，这场关于白衣女幽灵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阿轩的心中充满了决心，他再一次回到了大稻城的街头。那座老旧的街区仿佛并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所有的建筑和街道都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氛围中。每一扇老旧的窗户，每一块散落的石板似乎都在低语，讲述着属于他们的故事。阿轩已经无法忽视这些，他知道自己无法再回头，只有迎难而上，去面对那无解的谜团。那天晚上，天空中的乌云不断翻涌，偶尔的闪电划破天际，照亮了街道的每一寸角落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气息，带着一丝不安的沉重。阿轩再次走入了那条小巷，周围一片死寂，仿佛连风声都被吞噬了。就在他踏入小巷的那一刻，他突然停下了脚步，那道白衣女子的身影再一次出现在了他眼前。她站在不远处，背对着他，依然是那袭纯白的长裙。她静静地站在那里，像是一尊雕像，所有的动作都似乎被定格。阿轩的心脏猛烈跳动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。他知道，这是他与她之间的最后一场对话，他需要面对她，揭开所有谜团。他迈出了坚定的步伐，走向了那位女子。随着每一步的接近，他感受到的压力和寒意越来越强烈，仿佛空气中的温度骤降，四周的阴影也在不断拉伸，紧紧缠绕着他。当他走到女子的身后时，他终于开口了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想要什么？那位白衣女子缓缓转过头，空洞的眼神直直地望向阿轩，她的面容依旧模糊，仿佛被一层薄雾笼罩，难以看清。她低声说道，你终于来了。阿轩的心跳加速，汗水开始沿着他的额头滴落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继续问道，你死于那段感情，你是因为复仇才留在这里吗？白衣女子的眼神变得更加空洞，她低下头，轻轻地说道，不，我并非为了复仇，我只是想要安息。我从未被爱过，直到死去，我才意识到自己从未被理解。阿轩愣住了，心中的疑惑再次被激起，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悲伤和空虚，仿佛他的灵魂被无尽的痛苦吞噬，永远无法解脱。他继续说道，我并不恨他，我只希望他能记得我，记得我曾经爱过他，曾经为他付出了一切，但他离开了我，带着另一个女人，丢下我在这片街头游荡。我死后，他从未回来找过我，我的灵魂无法安息，无法忘记。阿轩的内心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悲伤，他想伸出手去安慰他，但又怕触碰到他那冰冷的身影。他的痛苦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复仇，而是一种深深的遗憾和未解的情感。你想要我做什么？阿轩低声问道。他开始明白，自己和这位白衣女子之间的联系并非偶然，他的痛苦需要有人去理解，去安慰，而他或许正是那个能帮助他解开困境的人。白衣女子没有回答，而是轻轻地低下了头，沉默了片刻，然后她抬起头看着阿轩，
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感。我不需要复仇，我只想要他记得我。当他想起我，想到我时，我的灵魂才会得到安宁。他的话语像一道闪电劈入阿轩的心中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只是一个旁观者，事实上他已经深深卷入了这场未完的情感纠葛中。他的存在似乎成了这段痛苦和遗憾的桥梁。你想让我去找他？阿轩问道，声音有些颤抖。白衣女子点了点头，我知道他已经忘记了我，但是你能够让他记得。当他记得我时，我会得到解脱。阿轩感到一阵眩晕，他从未想到过自己会被卷入这样一场复杂的情感纠纷中。然而现在，他似乎没有选择，他的愿望已经变成了他无法回避的责任。就在这时，风突然猛烈地吹起，吹动了周围的树叶，发出沙沙的声音。白衣女子的身影开始变得模糊，像是融入了夜色中。她缓缓后退，消失在空气中。记住，让我安息。她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，渐渐消失不见。阿轩呆呆站在那里，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。他知道自己已经深深卷入了这场未解的纠葛，而他的灵魂只能通过一个人的记忆才能最终得到解脱。他突然明白了，这不仅仅是他的故事，也不仅仅是他的痛苦，而是一个关于爱、遗憾以及未完结的情感的故事。阿轩感到一股莫名的责任压在了自己身上，他知道自己必须去面对那个商人，去让他记得林月，去解开这段纠结已久的情感。然而他心中也清楚，这条路并不容易，回去的路依旧充满未知，而他是否能完成这最后的任务，仍然充满了疑问。阿轩的内心沉重得像压了一块大石，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置身事外，林月的灵魂困于遗忘，而唯一能让他安息的方法，就是找到那个背叛他的商人，让他记起他的存在。可是那个男人还活着吗？他决定去查证。第二天一早，阿轩回到茶馆，再次找到了那位老人。茶馆的光线昏暗，空气中飘散着浓厚的茶香。老人依旧坐在角落，眼神深邃，仿佛早已料到阿轩会再次来访。你想知道什么？老人缓缓开口。阿轩沉默片刻，低声问道，林月的未婚夫，那个商人，他还活着吗？老人缓缓放下手中的茶杯，轻叹一声，他还活着，不过也许已经不再是你想象中的模样。阿轩的眉头紧锁，心中一沉，他在哪里？老人沉默了一会儿，随后缓缓说道，3年前他因病搬去了北头的疗养院。我曾听闻他近些年来似乎一直活在梦魇中，夜晚总是梦到有人在呼唤他的名字。他说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。阿轩的心脏猛地一跳，他没有放过她，这意味着即便那个男人已经忘记了林月，他的灵魂依然在他的梦境中徘徊，不愿离去。或许他也正在经历某种无形的折磨，甚至连自己都无法解释。阿轩拿到了疗养院的地址，他知道自己必须亲自去一趟，不仅仅是为了林月，更是为了让这个谜团画上句号。北头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硫磺味，雾气在山间缭绕，仿佛大地都在呼吸着某种无法言喻的古老秘密。阿轩站在疗养院的门前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缓缓推开了那扇斑驳的铁门。院子里一片寂静，只有微风吹动枯叶的沙沙声。这里并没有他想象中的喧闹，反而显得格外空荡，甚至透着一丝阴冷。他走到前台，向护士说明了来意。一名年迈的护工叹了口气，带着他走向最深处的一间病房。他已经不太能和人交流了，护工低声说道，但你或许可以试试看。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，屋内的光线昏暗，只有一扇窗半开着，微弱的光线透过窗帘洒进来，在床沿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床上的男人身形枯槁，眼神呆滞，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，双眼深陷，仿佛已经被岁月啃噬的只剩下了一副空壳。然而他的眼睛依旧带着某种挥之不去的痛苦，仿佛永远活在某个过去的梦魇之中。阿轩走近了一步，轻声唤道，你还记得林月吗？病床上的男人微微一颤，目光缓慢地转向阿轩。
像是从沉睡中惊醒，他的嘴唇颤抖着，像是想要说些什么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阿轩的心脏剧烈跳动，他知道那个名字已经在这个男人的梦境里折磨了他无数次，只是他从未敢真正面对。他一直在等你，阿轩继续说道，声音低沉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量。男人的眼神瞬间充满了惊恐，他的嘴巴张开，呼吸急促，像是终于想起了什么，像是那个被他深埋的记忆突然在这一刻爆发出来。不可能，他已经……男人的声音沙哑至极，带着恐惧和悔意。他并没有离开。阿轩冷静地看着他，他的灵魂一直徘徊在大道城的街头。他没有怨恨你，但他希望你能记得他，让他得到安息。男人的脸色苍白如纸，眼泪滑落了下来，他的嘴唇颤抖着，像是终于承认了自己曾经的罪孽。我错了，他哽咽着，声音像是卡在喉咙里。我一直都知道是我害了他。他突然用尽力气抓住阿轩的手，眼神中充满了祈求。请告诉他对不起，请让他原谅我。阿轩看着他，心中百感交集。他知道这句话才是林月一直等待的。男人的泪水滑落，他的身体渐渐松弛下来，仿佛这一刻他的灵魂终于放下了几十年来的重负。那天晚上，阿轩再次回到了大道城的小巷，街道依旧寂静，夜风轻轻吹拂着空气，带着淡淡的潮湿气息。他站在巷口等待着，突然一阵熟悉的冷意袭来，一道白色的身影缓缓浮现。他站在远处，依旧是那袭白色长裙，静静地看着阿轩，眼神不再空洞，而是带着一丝解脱的温柔。阿轩深吸一口气，轻声说道，他记得了，他承认了自己的错。他说对不起。林月的嘴角微微扬起，眼神中透着一丝安详。他的身影开始变得模糊，仿佛一缕青烟即将随风飘散。谢谢你。他的声音轻轻传来，如风中的喃。阿轩静静地看着他，直到他的身影完全消失在夜色中，彻底融入这座古老的街道。这一刻，他知道林月终于得到了安息。夜色下，大道城恢复了往日的寂静，所有的故事都在这个夜晚落幕。但阿轩知道，这座城市依旧隐藏着许多未解的秘密，而他的旅程或许才刚刚开始。